放血、剁块、搅碎成肉馅，这常常是卖肉摊贩处处理猪肉的方法。但在2000年前后，有一伙来自哈尔滨的劫匪却真实地将其用在了处理风尘女子的遗体身上。数十名女子被他们搅碎后冲进了下水道，在犯下数十起罪行，身份即将暴露之际，他们仓皇逃窜至外地，通过改窜身份信息，竟摇身一变成了当地知名的富豪。如果不是其中2名劫匪的发小恰好是警察，他又坚持不懈地想要擒获真凶，那这群残忍的凶手还真有可能逃脱法律的制裁。今天我们来讲哈尔滨团伙碎尸案。2002年9月，吉林市船营区某偏僻小区的下水道突然排出油腻腻的肉馅，刺鼻的腥臭味让居民心生厌恶。可仔细观察后，众人惊恐地发现肉馅中夹杂着黑色毛发和指甲盖，这绝非普通动物组织。意识到情况不妙，居民立刻报警。警方迅速赶往现场，对可疑肉馅和毛发进行检测，结果令人震惊，这些均为人体组织。一场恶性命案就此浮出水面，警方高度重视，当即封锁小区楼道展开调查。溯源后发现，人体组织是从顶层一间出租屋冲下的。民警敲门无人应答，破门而入后，眼前的景象令人毛骨悚然。厨房炉子上炖着未清理的人肉，地上扔着被剔肉的女性大腿，不远处还有2颗人头，连部分心理素质过硬的警察都忍不住当场干呕。而凶手早已逃之夭夭，当务之急是确定受害者与凶手身份。警方发现凶手竟遗漏了2名受害者的手指，通过指纹比对，很快确认2人都是从事特殊行业的女性，曾因相关事由被公安机关处理过，指纹留存于库。顺着受害者生前的工作地点追查，歌厅负责人透露，除这2人外，还有一名叫吉红杰的女子也失踪了。这名女子行踪诡异，在歌厅从不认真上班赚钱，反而四处打探哪位小姐身家丰厚。与此同时，警方从房东处获取线索，租房的是3男1女。根据房东描述画出的4张画像中，女性画像被歌厅人员一致指认为吉红杰。房东还提供了一份租房登记的身份证复印件，持有人是哈尔滨人吴红叶。警方赶往吴红叶家中和其曾任职的东安发动机制造公司调查，得知他早已离职，且与同事杨树斌关系极好，2人几乎同时离开公司。而4张画像里有1张与杨树斌高度相似。顺藤摸瓜，警方又锁定了杨树斌的小学同学兼多年好友张玉良，至此4名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基本明确。为进一步核实，警方提取出租屋内的生物材料，排除房东、受害者的样本后，剩余4份与杨树斌等4人亲属的 DNA 精准匹配，证实4人就是租客。警方又调取近年失踪人口案例，发现多起案件的受害者均为特殊行业女性，且遇害手法一致，显然都是这一团伙所为。吉林警方先后成立7次专案组，出动上千警力追查，却因线索匮乏，办案手段有限，始终未能抓获凶手，案件就此沉寂9年。转机出现在2011年，全国公安系统开展清网行动。哈尔滨市公安局巡警支队7大队大队长许建国在查询在逃人员信息时，赫然发现通缉令上的杨树斌、吴红叶竟是自己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震惊之余，许建国坚守警察职责，决心彻查到底，将昔日伙伴、今日恶魔绳之以法。专案组围绕4人的社会关系深入调查，4人皆是哈尔滨常住人口，案发前留下诸多行动轨迹与社会联系。警方走访其亲朋好友时发现，杨树斌的家人在2006年突然举家搬迁，杳无音信。这一反常举动非但没让侦查陷入僵局，反而让许建国看到突破口，举家出逃，目标过大，反而容易暴露。不久后，一条关键线索传来，杨树斌的弟弟杨富凯前些年回哈尔滨看病时，使用的化名是王某凯。许建国判断哥哥是网上逃犯，弟弟用化名，全家还集体搬迁，其中必有蹊跷。他以此为突破口，根据口音和生活习惯，圈定淮河以北多个省市的1、2线城市进行大规模人口检索，并将年龄范围放宽至杨富凯真实年龄上下6岁，防止嫌疑人篡改年龄躲避追查。功夫不负有心人，警方终于锁定化名王学凯的杨富凯，其户籍落在内蒙古包头市。顺此线索追查，警方发现杨树斌化名王学礼，张玉良化名王学国，吴红叶化名王华岩，吉红杰化名马海燕。他们不仅给自己改头换面，还为亲属办理了全新的合法身份，包括杨树斌的妻子、岳父、小舅子、张玉良的妻儿、吴红叶的家人，以及杨树斌的母亲和弟弟在内的10余人，全部在包头市以新身份生活。在包头，他们摇身一变成了当地知名富豪。杨树斌与吉红杰结为夫妻，经营2家台球厅和1家足道馆。张玉良与杨树斌以兄弟相称，做起床垫生意。
吴红叶则在郊区涉足煤炭行业，个个赚得盆满钵满。为躲避警方追查，他们行事极为谨慎，从不乘坐飞机，不住酒店，妄图以普通人的身份逍遥法外，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警方确认4人在包头的具体位置和身份后，立刻制定抓捕计划。2011年10月25日，许建国带队抵达包头，在当地警方配合下，监控杨树斌的手机，摸清其余3人的行踪。为避免打草惊蛇，警方秘密监视4人动向。11月2日，哈尔滨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长孙军庭带领12名特警赶赴包头。经过周密部署，警方展开收网行动，潜逃10年的4人犯罪团伙被一举歼灭。随着团伙落网，这起惊天命案的真相被彻底揭开。杨树斌1970年生于哈尔滨，幼年丧父，性格偏激，母亲送他去五台山习武，希望磨练其心性。不料他学成归来后更加桀骜不驯。初中毕业后混迹社会，20岁左右成了街头混混，因打架凶狠得名发哥。1993年1月7日，杨树斌与2名同伙在哈尔滨通江街一家台球室持刀伤人，造成1死2伤的恶果。同伙被抓，他侥幸逃脱。逃亡途中，他与王世波在广东顺德抢劫一名女子，劫得10万元。王世波被捕，杨树斌再次亡命天涯。2次逃脱让他愈发嚣张，非但没有收手，反而酝酿更大的犯罪计划。他首先拉拢发小张玉良，彼时张玉良做生意失败，赔光积蓄，妻子也离他而去。走投无路之下，被杨树斌一怂恿，便加入犯罪团伙。随后，杨树斌又找到东安发动机制造公司的前同事刘爱兵。刘爱兵大学毕业后求职不顺，一直在农机厂当工人。听闻杨树斌有来钱快的门路，且利润远超一辈子打工的收入，当即应允。刘爱兵头脑活络，很快成为团伙的军师。2001年6月，杨树斌、张玉良、刘爱兵在山东文登市抢劫20万元后逃窜，被害人报警后，腿脚不便的刘爱兵10天后落网，被判处无期徒刑。重情重义的刘爱兵始终没有供出杨树斌和张玉良，但这并未让2人迷途知返，反而让杨树斌生出抢劫失败是因为没及时灭口的扭曲想法，从此踏上抢劫杀人的不归路。2000年春节前，杨树斌和张玉良以嫖娼为名，将一名失足妇女骗至深圳罗湖区的出租屋，持刀威胁并捆绑对方，逼问出银行卡密码，取走10万元后将其掐死。为毁尸灭迹，2人用刀肢解遗体，再用钳子将骨头砸碎，把人体组织分装在5个黑色塑料袋中，分别抛入河流、垃圾桶和下水道。2000年后，杨树斌和张玉良吸纳吴红叶、吉宏杰入伙，4人犯罪团伙正式成型，作案手段愈发残忍。他们通常以嫖娼为诱饵，将陪侍人员骗至事先租好的高档住宅。受害者一进屋，他们便露出狰狞面目，持刀控制对方，逼问银行卡密码，取款时还会戴上棒球帽遮挡面部，防止被监控拍下。抢劫得手后，他们绝不会留下活口，而是将受害者残忍杀害分尸。其处理遗体的方式令人发指，先给受害者放血，再将尸体切成大块，接着剁成小块下锅烹煮，最后用绞肉机绞成肉馅冲入下水道。为避免砍砸骨头时发出声响惊动邻居，杨树斌还特意将手动绞肉机换成电动款。作案手法之缜密，心肠之歹毒，骇人听闻。2002年9月11日，吉林市船营区的命案正是他们所为。杨树斌和张玉良将2名陪侍女性骗至出租屋，折磨数日，逼出存折密码，榨取16万元后，将2人勒死，放血肢解，用绞肉机绞成肉馅冲入下水道，这才引发了开头的惊魂一幕。此外，他们还犯下多起命案。2000年春节后，吉宏杰诱骗一名失足妇女到深圳罗湖区西龙大厦的出租屋，团伙逼其交出50万元，又让他打电话约来另一名同行，最终将2人灭口分尸。杨树斌、张玉良各分得20万，吉宏杰分得10万。2002年7月，他们将一名失足妇女骗至出租屋，逼问出银行卡密码后，杨树斌和吴红叶还闯入其家中，翻出存折和戒指，分2次取走6.4万元，仍不满足，又逼迫受害者给家人打电话，谎称做生意要钱，还让他约来另一名女子。受害者母亲察觉异样，执意来深圳送钱，团伙因担心暴露，残忍杀害2名女子。经统计，该团伙共杀害10名陪侍女性，涉案金额高达200多万元。吉林案发后，他们又犯下2起命案，随后便销声匿迹，改头换面潜伏在包头。落网后，4人被移交司法机关审判。法庭上，他们对罪行供认不讳，却纷纷狡辩，试图脱罪。杨树斌和张玉良声称并非故意杀人，而是被受害者欺诈后的自保行为。吴红叶辩称自己只是从犯，请求从轻处罚。吉宏杰则哭诉是被逼迫参与犯罪，全程活在恐惧之中，但证据确凿，他们的狡辩苍白无力。
法院审理查明，吴红叶在多起案件中积极参与，与主犯配合默契，绝非从犯。吉宏杰不仅协助诱骗受害者，还参与分尸，主观恶性极大。2013年，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杨树斌、张玉良死刑，吉宏杰无期徒刑，吴红叶获重刑。杨树斌、张玉良不服判决，提起上诉。2014年9月，案件再审。因证据问题被发回重审，经过补充侦查，2015年5月，法院再次开庭审理，维持原判。两人深知罪恶滔天，难逃一死，陷入绝望。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2016年11月2日，杨树斌与张玉良在吉林市被执行枪决。吴红叶后来因病死于狱中，吉宏杰则在监狱里度过漫长余生。这场跨越10年的正义追捕，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恶魔终究难逃法网。